美人儿，别跑呀，美人儿，你在哪里？不摇，别跑啊！让本官抓住，重重有赏。大人，检测到宿主完成蒙眼系群方，奖励发放：一、年龄减少1岁，当前身体年龄60岁；二、现代改良版高产土豆种子100斤，已存入仓库。我操，年轻就是好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。上辈子我是个顶级社畜，996是福报，007是常态，最后成功猝死在工位上。阎王老儿体恤我连续5世996福报，让我重生古代当个享福县令，可在输入年龄时将27错输成72，害我变成老头。为了补偿，他送我牛马享福系统，只要我持续享福，就能变年轻，还能奖励现代礼品。那些奖励还能造福这些吃不饱、穿不暖的百姓。狗系统做了这么久任务才会60岁，还得为了变年轻努力享福多久啊！大人，时辰到了，您该去衙门任职了。我不去，不去！今天本官身体抱恙，这腿抽筋了。王主不说了，麻将3缺1，几位乡绅都在衙门候着呢。享福任务，在公堂之上聚众打麻将，玩物丧志。奖励：身体年轻1岁，优质高产西瓜种子50斤。新任务，你不早说！本官身为父母官，岂能让乡绅们久等？青鸾，备轿去公堂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还有谁觉得朕这个皇位做得名不正言不顺？陛下圣明，臣等万死不敢。朕初登大宝，北境蛮族亦虎视眈眈，朕需要杀鸡儆猴，也需要立威。陛下，这是御史台刚递上来的折子，弹劾苦水县令李然。强抢民女，私设赌场，不理政务，终日流连烟花之地。朕正愁找不到借口清理尸位素残的官员，今日便去苦水县，看看这个最懒、最贪、最老的县令，长了几颗脑袋够朕砍的。这路面平整如镜，坚硬如铁，绝非石板拼接，更是毫无缝隙。公子，这像是某种石头倒出来的。苦水县不是号称大禹最穷吗？这路哪怕是京城御道也比不上。房子，苏了的请喝大碗茶。糖葫芦嘞，卖冰糖葫芦嘞！县令大人亲授秘方，裹了双层糖霜。臭香屁让的东西，你比不上宫里的御膳房。一路走来，这些百姓张口闭口皆是县令大人，这李然在民间的声望竟如此之高。暗器，公子小心！哎呦我操！我的天眼1号哪来的土包子？连天眼都不认识就砍！此物鬼鬼祟祟悬于头顶，窥视行踪，分明是刺客所用的机巧。这是县令大人熬了3个月才做出来的无人机，是用来抓小偷、看庄稼长势的。此物竟能将100米高空的景象尽收眼底，还能留存影像。若用于行军打仗，敌军粮草动向，排兵布阵一览无余。你们得赔钱！现在就跟我去县衙，让县讨爷主持公道。有事告官，无事就各回各家，别打扰本官打麻将。听说没？前些日子县令大人麻将桌上从乡绅口袋里赢的那几千两银子，全换成棉花布匹了，可不是嘛？我婆娘就在缝衣坊干活，说今年冬衣管够，县令大人让家家都去领衣服，娃娃们再也不怕冻疮了。苦水县的繁荣，定是苛捐杂税、盘剥百姓才得来这表面繁华。这李然果然是个善于粉饰太平的贪官。
在公堂之上聚众打麻将，玩物丧志，任务已完成，奖励已按时发放，请宿主查收。年轻1岁也行，变成年轻小伙就是迟早的事儿。至于这些瓜果蔬菜种子，该怎么找借口分下去呢？3万哦！哎，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啊！金皇登基，正是要肃清吏治之事。此等尸位苏残、带头剧赌的败类，留着也是祸害百姓。今日，我就要替天行道。检测到超高身份异性。大禹王朝女帝白凤羲当前伪装男性书生，发布隐藏任务，醉卧帝王膝。任务要求：宿主的头部需枕在女帝白凤羲的膝盖上，持续至少1炷香时间，并在此期间由女帝亲手喂食水果或美酒。任务奖励：年龄减30岁，加特林机关枪或自印刷火枪冲技术。女帝白凤羲，我操！奖励年轻30岁。返老还少，火力为王，再利用霍字印刷燎原。阎王老二，你这是要我把这片天地都变成符哦？大人，天眼1号被这俩土包子给砍了。大人要断案，我等就不叨扰了。大人，改日再约啊。堂下小子，这天眼是本官体恤民情之作，你毁我心血，该当何罪？女帝陛下，看我今天不找个名物把你扣下，有的是机会完成任务。大胆狗官，你可知你在跟谁说话？此人看似荒唐，却造出天眼，若能为我所用，须先藏匿身份，探其虚实。若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人品却卑劣不堪，便榨干他的价值，宰杀不迟。是在下鲁莽行事，这天眼价值几何？我照价赔偿便是。天眼岂是金钱可以衡量的？你这小子私体平和，极其败坏，必须严加管教。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从今日起留在本官身边，做个书童，让本官教教你什么是难以用金银媲美的价值。好你个色令智光的狗官，竟敢如此羞辱我家公！书童，正好可以近距离观察此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走，咱们打道回府。发布接触任务：帝王的服饰，让女帝为你提供1次肢体接触式服务，奖励：年龄减少1岁，不锈钢生产配方，炼钢炉1垛。哎呦，这老腰站久了就疼。小白啊，过来扶本官回府。大人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好，我服。女帝的手果然又嫩又白又滑。接触任务完成，奖励：钢铁厂已在烟雨楼隔壁坐落，请宿主准时查收。提示：女帝对宿主态度为极度厌恶，请宿主尽快取得女帝好感度。果然是女帝，没那么容易接近。不过本官英明神武，区女帝，沦陷是迟早的事。欢迎小白来到本宫的大宅。公子，那糟老头县令的宅子必定破败如狗窝，您肯定住不惯。我看我们还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宅邸？琉璃竟能做成整面窗墙，还有那些金属固件，工艺之精妙，远超宫中巧匠。朕的皇宫竟不如一个偏远县令的宅邸。哼，就算你是女帝，肯定也没见过现代化小别墅。这可是我重生第1天，阎王老登为了赔罪送的新手大礼包。小白不必如此吃惊，对本官的宅邸目瞪口呆，只能说明你眼界尚浅。这不过是冰山一角。请进吧，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，好好服侍本官。
小白，过来，给本官揉揉肩。狂徒，你敢让我家公子给你这老东西揉肩？嚷嚷什么呢？既然是跟班，就都得有活干。他揉肩，你去那边给本官研磨。用点力儿。就是这儿。这是2轮车，若无需马匹，仅凭人力驱驰，那传令兵的速度将快上数倍。对本官的涂鸦感兴趣？这个叫自行车，虽比不上御马，但不吃草料，且能长期不间断的行进。哎呦，闪着腰了！小白，快扶我一把！只要枕上去，就能奖励年轻30岁。我的青春，我来啦！大人请自重。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小白，你谋杀呀！本官是真的腰闪了。果然是个昏庸好男色的狗官，枉我还以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方才那些图纸，定是从别处窃来装点门面的。靠！果然女帝的大腿不是那么好靠的。我到底啥时候才能年轻30岁啊？系统检测到宿主醉卧帝王溪任务失败，现发布补偿性享福任务：帝王的恩宠。任务要求让女帝心甘情愿地为你进行一次全身精油按摩。任务奖励：年龄减少1岁，活络散配方，使用者可在短时间内恢复跌打伤势，行军专用。这女人心高气傲，让她给我这糟老头子按摩，比枕她大腿还难100倍。但是这配方是个好东西，我也得弄到手。有了，他不是对这自行车好奇吗？要是我在他面前把这玩意儿给搓出来，再以此为条件，嘿嘿，女帝也得乖乖给本官捏腿捶背。青鸾，去把本官库房里那些自行车零件都搬到院子里。今天本官要给某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宝子开开眼。是大人。你就等着瞧吧。小白，看到本官如此惊为天人的动手能力，还不把你迷得神魂颠倒，主动投怀送抱。公子，您瞧这糟老头子，一看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抢福货，您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如此巧思，若于享乐之徒之手，不过玩物；若握于我掌中，必化为国力，福泽万民。大人弄的这链条轴承的法子，外头的铁匠铺学会了，接了不少零线的订单，工钱都涨了。有了大人发明的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咱苦水县也是从大禹最穷县过上了如今的好日子。我才不信这2个轮子的车轱辘能动起来，一定是这老头哗众取宠的手段，真的就靠2条腿跑起来了。小白、凌云，跟远在京城那位女陛下的御马相比，本官这铁马如何？千里御马需耗费100斤，耗时数年驯养，而此物似乎唾手可得。陛下的马不如李大人的，如此神物绝不能蒙尘于这好色昏庸老头手中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人老了，不中用了啊，筋骨脆，随便摔一下，怕是骨头都要断了，浑身都疼。小白啊，你看本官这把老骨头都快散架了，不如你来为本官涂抹一下这跌打药酒，活血化瘀如何？放肆！竟敢让我家公子为你这等安杂之躯按摩！李大人，本公子虽然客居于此，
但也不是任你轻薄的，请你自重。真是可惜呀，本官还想着，若是小白你喜欢，便将此物赠与你。唉，罢了罢了。此物若能到手，宫中能工巧匠拆写仿制，不出3月便可批量打造，届时我大禹王朝人手一辆，何须再看蛮夷小国的脸色，高价购买他们的劣等马匹？小白啊，只要你帮本官按一按，让这筋骨舒活了，这天下第一辆自行车就是你的了。好，我帮你按。嘿嘿，小样儿，跟哥斗！白公子，我家大人的身子骨可弱了，您下手可得轻柔些。看在固执神器的份上，我忍。不愧是女帝的手，柔弱无骨，这指尖划过，还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龙涎香。享福任务，帝王的恩宠已完成，任务奖励年龄减少1岁，活络散配方已发放。奇怪，怎么感觉他突然有些变年轻了？大人，烟雨楼的胡小姐派人传话，说是姐妹们做了点新东西，让您去长眼。不瑶他们又做了什么好货？小白，走，跟本官去开开眼，让你瞧瞧什么叫能工巧匠。风尘女子除了以色于人，所不过就是些哗众取宠的把戏。小白啊，我那些姑娘们弄出来的东西，只怕比你比深宫里高薪养着的诗参宿卫之辈要实在的多。听说远在京城的宫中匠人，3年都炼不出一块好钢，浪费了大半国库银两。烟雨楼3天就成功了，这叫不叫本事？这狗官远在苦水县，竟然也知道工部闹出来的丑闻。不过那烟雨楼当真有如此能人，朕必将带其入宫，为朕效力。怎么样，小白，敢不敢跟本官去验验货，看看比那女帝陛下手里匠人厉害1000倍万倍的姑娘是何模样？哼，巧言令色，我便去看看。你若只是吹嘘，我若吹嘘，随你处置。走走走。爹，公子，您身份尊贵，岂能再去那种地方？他说的若是真的，那些女子也可为朕我所用，我必须亲眼一观。王爷，小王爷，探子800里加急密报，女帝如今正在苦水县微服私访。哼，苦水县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白凤溪弑父杀弟，靠着不光彩的手段窃居大位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天下人心有谁服他？王爷说的是，如今朝野上下人人自危，都盼着有明主出来拨乱反正啊。我们周家3代忠良，如今出手不是谋逆，是顺应天意，是替天行道，是为天下万民肃清还羽。父亲，孩儿愿领黑甲骑5000，连夜奔袭苦水县，定将那妖帝头颅斩下，正本清源。好，不愧是我周震的儿子，你尽管放手去做。杀了他之后，立刻飞鸽传书给北境，告诉他们，等女帝一死，朝中大乱，我们为蛮族开放城门，单是胡将以迎王室。父亲英明，届时那些不听话老臣，就让蛮族的铁蹄去跟他们讲道理。这大禹的万里江山，还有谁拦得住我周家？是啊，王爷。公子，此等风尘之殿，行为轻浮，咱们快走，别脏了您的眼睛。凌云公子，你误会苦水县的烟雨楼了。一个青楼，能有什么误会？难不成里面的姑娘还会吟诗作对不成？他们这是在青楼里炼制武器。小白，怎么样？见识到本官的娘子军了吗？美人们，本官来看你们的冶炼成果了。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可把咱们想得紧。大人您看，之前让奴家做的曲源炉，这比直罗省力多了。春桃做的东西，本大人自然满意。
回头给你进一弓。这烟雨楼难道不是青楼吗？为何他们都……白公子，烟雨楼早就不做皮肉生意了，是大人给了我们学习手艺的机会，让每个姐妹都能靠自己尊严体面的活下去。就比如我，虽是老蚌，却能用大人给的技术制作金刚农具。咱们烟雨楼出品的农具备受乡亲追捧。本官虽好色爱享福，但做的可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。享的福越多，苦水县的百姓们日子就过得越好。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收买人心，好为你自己谋取私利？李然，你必定把握不住如此多的能人女子，这些待朕回宫，自会将其收入囊中。小白，你就嘴硬吧。等你看到苦水县老百姓过的是天堂般的日子，迟早会低头向本官认错。到时候别怪本官要打你的屁股。小白，这烟雨楼只生产点金刚和农具，想不想看看本官找人炼制真正神兵的地方？狗官，你敢私自演练兵器，是想谋逆吗？如今北境蛮族虎视眈眈，我这是为远在京城那位女帝陛下考虑。万一北境蛮夷南下，本官就把神兵利器全献上去。那你为何此时不献？还在试验中的东西，怎么好献给圣上？但凡试验成功，我绝不藏私。油嘴滑舌，没一句真话。但他看那些女子，确实没有半点杂质，只有欣赏爱护。这老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别看本官年迈，但我也藏着一颗报效大雅朝的雄心壮志。走，本官带你且去开开眼。5寸厚的金刚，竟然被老人一箭射穿！大人，您新建的钢铁厂用了什么流水线法子？效率比以前高了10倍不止啊！这钢铁厂里为何都是到闲过半百的老人家？年轻人得去种地、巡逻、开铺子，老人家有手艺和经验，照样能为国家出一份力。这钩槽弯刀就是年过80的老师傅根据本官给出的粗糙图纸琢磨出来的，砍在敌人身上，一刀撕下一大块肉。朕竟然从未想过，老人还藏着惊人的智慧与力量。李然虽是不着调的狗官，却能慧眼识珠，将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都利用到极致。朕虽不如他，可若是在京城建起钢铁厂，让老师傅昼夜不休地打造神兵，何愁北境蛮夷不灭？检测到反贼周家带领黑甲旗正在逼近苦水县，请宿主立刻做好战斗准备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周穆王周震之子周布率5000精骑，正朝我苦水县奔袭而来，距离县城不足50里，说要正本清明，诛杀妖帝。周震这老贼，趁朕离京时发难，他们必是得知朕在苦水县的消息。5000精骑，这是要朕的命，也要踏平此地灭口。这周穆王是个谁？就不能等我变成大小虎再闹事？系统调周震势力资料。周震，先帝得力干将，封周穆王，暗中勾结北境蛮族，饲养精兵2万。其子周父麾下5000黑甲骑为百战精锐，当前目标擒杀女帝白凤溪，以清君之名登基。百战精锐，有意思。正好，我这老头子好久没活动筋骨了。李然，他们的目标或许与我有关，你速带百姓撤离，我来设法引开他们。小白啊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可是请回来的书童，哪有让书童去挡刀子的道理？5000黑甲骑是大禹最强的骑兵，就算现在打造你的神兵利器对抗，也根本来不及。公子，属下誓死护送您离开。小白、凌云姑娘，你们这是瞧不起我老头子？我李然这辈子就想躺着享福，吃最好的糕点，喝最美的酒，娶最漂亮的姑娘，顺便让跟着我的老百姓也都能吃饱穿暖，过点人该过的日子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是想说你要靠享福去对付5000铁骑？小白聪明，疯了！这老东西彻底疯了。小白，咱们打个赌如何？你的大腿让我枕一炷香，亲手为我美食美酒，我靠享福，让那帮反贼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？大敌当前，全县百姓危在旦夕，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？李然，你果然是超臣之耻。我当然是认真的，小白，只要枕上你的大腿，我就能让他们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，我不至于拿全城百姓的性命开玩笑。公子，这老东西就是想在临死前轻薄于你，你千万不要信他。嘿，师傅，去！嘿，来了。为什么这些老人一点都不怕？他们对李然的信任已经到了如此盲目的地步，而朕自登基以来，却被天下人恨不得得而诛之。好，我就相信你这一次。但你如果解决不了反贼，又轻薄于我，我必叫你人头落地。哈哈哈哈哈！城里的缩头乌龟，听着，
把那个叫白凤溪的女人交出来！要钱没有，要人没有，要命也没有。周契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私自带兵围城？哈哈哈哈哈！白凤溪，你若是在皇宫大内，我们还真动你不得。可惜呀，你自找死路，乔装打扮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。他竟然一点都不惊讶我的身份，难道他早就识破了朕的伪装？周部，立刻退兵，否则我要你周王府血流成河，株连九族！今天你自身难保，不过你放心，整个苦水县的贱民都会下去给你陪葬的。吵死了！小白，走，咱们出城门。出城门干什么？当然是履行赌约啊！要在你仇家面前枕你的大腿，那才叫享福。大人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，这是要开门投降了吗？小白，坐。投什么降？本官说了，一炷香之后，我让你们原地升天。哈哈哈哈哈！上一个跟本将军这么说话的老东西，坟头草都1丈高了。醉卧帝王膝任务开始进行，倒计时一炷香。哈哈哈哈哈！高贵如女帝，竟也心甘情愿给一个糟老头子当婢女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小白，别搭理他，等会儿他升天了就知道哭了。一炷香的时间，本将军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们升天。童子，等会儿把500斤 TNT 给他们埋脚底下。老东西，时间到了，全军！李然，你到底有什么手段？赶紧使出来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小白，本官请你看一场盛大的烟花。3、2、1。妖术，你到底用了什么邪魔歪道？你不是老头，你不是老头。哼，本官是上天派来辅佐当今陛下的神仙，返老还童不过是手拿把掐的小法术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人间，朕弑父杀弟，双手沾满血腥，真的会有神仙派人来帮我吗？还有，他竟对我是皇帝，没有丝毫惊讶，难道早就知道朕的身份？白凤溪，你上位不正，天下皆知。这个帮你的人，也必定是邪魔妖道。就算你会些奇异手段又如何？天下悠悠众口，必将对你得而诛之。这篡位的妖帝，注定遗臭万年。白凤溪登基，系民生，大肆清除贪官污吏。他父皇残忍好色，鱼肉百姓；他弟弟草菅人命。这天下就该有他这样清风廉贞、大义灭亲的好皇帝。你们这些尸位素残的蛀虫，才该被千刀万剐！就算今日你们杀了我又如何？我远在京城的父亲周穆王迟早会为我报仇，到时大禹王朝依旧是我周家的天下。周震已于数日前与世家达成谋反合作，意图通过造成民心不稳，逼迫女帝退位。建议宿主尽快与女帝出发京城，否则女帝之位难保。我天，本官这福都还没享受几天，又得马不停蹄的去京城。罢了罢了，小白好歹也帮我变年轻了这么多，还让我整了大腿。我不帮他，谁帮他？
朕背负千古骂名，从未有人如此懂我，为我正义。油嘴滑舌，你倒是会说话，是不是早就知道朕的身份？本官是神仙，掐指一算，什么不知道？不过，在苦水县，你就是给本官端茶倒水的小白书童。你放心，朕会送你们周穆王一脉到地底下团圆。我的天，县令大人，您返老还童了！我就说县令大人是天神下凡，如今显露真身了，这是我们苦水县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县令大人千岁！陛下，这李然绝对有问题，突然变成年轻人，不会是什么妖道邪术吧？不，如今北境蛮俗虎视眈眈，朝中老臣阳奉阴违，他就是上天赐给朕能帮朕安定天下的肱骨之臣。检测到宿主解决生死大危急，触发隐藏享福任务。新任务：坐享其人之福，要求与至少一位面容姣好的女子正式成婚，广开后宫，方为真男儿本色。奖励：多子多福。好家伙，系统，你很懂我吗？大人，您以后可千万别再做这种危险事了。您就算真是神仙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苦水县的百姓可怎么办啊？各位父老乡亲，经此一役，本官大彻大悟，人生在世，享福趁早。我决定了，本官要成亲，为老李家开枝散叶，广纳妻妾。狗改不了吃屎。就算脸变年轻了，骨子里还是那个不正经的老东西。大人，这位是西街的刘翠花，年方28，是咱们县城有名的屠妇，屁股大，好生养。嘿嘿，俺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力气大。不出3年，包给您生个大胖儿子。下一个。大人，这位是南村的张姑娘，正经的黄花大闺女，就是脸上有点小瑕疵。大人，张姑娘聘礼只要5两银子，娶了不了吃亏，娶了不上当。再下一个。王妈妈，本官就要个年轻点、好看点、身家清白点的姑娘，这么难吗？我的县太爷啊，您可是苦水县百姓心中的活神仙，模样周正的凡俗女子都自觉配不上您，哪敢来相您的亲啊？这些都已经是最有胆识的了。完了，装逼装过头了，现在想娶个正常媳妇儿都难了。大人心地善良，是天底下最好的人，整个苦水县县的百姓都敬您爱您，奴婢也一样。奴婢愿终生伺候大人，不求名分，哪怕只是当个通房丫头。县令大人，您给了步摇新生，步摇此生早已是您的人。今日步摇自备聘礼，不求富贵，只愿下嫁大人，侍奉左右，求您成全。你们都想嫁给本官？你们都想嫁给本官？求大人成全。检测到面容姣好、真心实意候选者2名，符合坐享其人之福任务条件，任务完成可获得丰厚奖励。哈哈，青鸾和步摇可都是知根知底的好姑娘，这婚事简直是血赚。系统说的多子多福奖励，看来马上就要到手喽。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今日就办婚宴。本官要宴请全县父老乡亲，不醉不归。哼，这臭老臭狗官，竟然还要左拥右抱，同时娶2个，就算变年轻变帅了，还是那么不知羞耻。奇怪，朕为何心口会有些酸涩？殿下，您该不会是……胡说什么？朕只是看不惯他如此荒淫无度，败坏官风。哟，小白、小凌云，今天可是本官的大喜日子，你们俩
可得给本官敬杯喜酒啊！吉时已到，新人拜天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李成送入洞房。不急，本官还有贵客要敬酒。小白，今天我大喜，这杯酒你必须喝。你倒是会享福，左拥右抱，好不快活。李然，跟朕去京城吧，朕需要你成为朕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。去京城帮陛下，可以是可以，但还能像现在这样享福吗？只要你助朕肃常朝堂，让天下百姓有衣可穿，有食可吃，朕许你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届时，朕让你过全天下最幸福的日子。傻小白，就算你不说，为了完成系统任务，本官也会去。不过调戏一下女帝的感觉真不错。检测到气运之女白凤溪对宿主好感度大幅提升，触发终极享福任务：醉卧龙榻娶女帝。任务内容：成为女帝的男人，与女帝共享天下江山。任务奖励：国运绑定，宿主与大许王朝气运相连，国力越强，宿主各项能力增幅越大。白凤溪为天命气运之女，此任务需在6个月内完成，否则宿主将会受到气运反噬，重新变为72岁老翁。我操！娶女帝还要在6个月内完成，不然就变回老头子。这系统是真会玩啊！不过白凤溪一心要万民归心，国泰民安，若助他一臂之力，让他对我死心塌地，再加上我的人格魅力，足够了。这任务我接。陛下，您说的是，臣生是大禹的人，死是大禹的鬼，能为您效力，是臣3生3世修来的福分，臣自然应该即刻回京，为您分忧解难。但好歹，陛下您看，臣这刚成亲，您总得先让臣入个洞房吧。沉迷女色的登徒子！走，本官入洞房喽！夫君变年轻了，真是好生俊俏。夫君我啊，不仅年轻了，还厉害得很，马上你们就知道喽。本官昨天晚上厉不厉害？夫君是天下最厉害的男子，夫君就知道欺负我们。不能入京城啊！大人，京城是龙潭虎穴，您去了肯定没福享，那些京官只会让您过苦日子，我们舍不得您啊！大人，除非您把咱们都带走，路上洗衣做饭、端茶倒水，我们全包了，绝不让您在京城受半点委屈。我就是换个地方享福，你们搞得跟要给我当死士似的，这是打算一路杀到京城陪本官造反啊？叔伯婶子乡亲们，都听我说一句，我是去京城当大官享大夫去的，不是去上刑场。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咱们大禹王朝未来必定名垂千古的女帝陛下，都给我客气点儿。女帝陛下，俺们县太爷虽然变回了年轻小伙，可这身子骨金贵着呢，半点苦都吃不得。到了京城，你可千万得把他给伺候好了。大胆刁民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让陛下伺候这个流氓！老人家，天下父母官若都如李然一般深得民心，何愁我大禹天下不太平？李大人，您不能走啊！朕向你们保证，到了京城，定会让他位极人臣，享尽世间荣华。好了好了，正事要紧，再不回京，恐怕那些乱臣贼子真要翻了天了。此乃天神赐下的神物，不吃草只吃电，日行千里，不在话下。日行千里，那岂不是说
从苦水县到京城只需要短短2天。走，陛下，带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风驰电掣。吾儿大意，竟死在苦水县妖人手中。白凤溪、李然，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。王爷息怒，如今女帝寻得妖人相助，一朝回宫，恐再无我等立足之地。王爷若再不做准备，就来不及了。北境蛮族献上的瘟疫毒药，不是还在本王手中吗？你立刻派人在女帝回京的必经之路散播瘟疫，本王要让他寸步难行。从古至今，我大禹能遏制瘟疫的药方，都掌握在咱们这些旁支皇室与世家手中。他想解瘟疫，就得跪着来求本王。但本王必不会让他如愿。他若是沾染瘟疫，暴毙途中，正好归咎于他得位不正，天降责罚。王爷英明，只是李然妖法通天，若是他有手段破解瘟疫，以防万一，你去联系北境蛮族，让他们请出族中身手最好、能杀人于无形的死士，本王要双管齐下，誓要白凤溪死无葬身之地。一位吾儿在天之灵。陛下，您看那李然，一副沉迷女色、偷奸耍滑的无赖样，这等货色怎配当您的护谷之臣？凌云，看人不能只看表面。苦水县百姓丰衣足食，路不拾遗，这便是李然最大的功绩。他胸中必有惊天伟地之才。李大人，你这几片布料又是何等神物，竟如此轻薄丝滑，与我大禹常用的棉麻质地简直云泥之别。哦，朕明白了，此物如此轻便，莫不是用于南方水战的特制轻甲？来，快给朕演示一下，此等铠甲究竟该如何穿着使用？陛下，这个，它不是男子所穿之物，乃是女子的。女子的甲胄竟能如此精简，可这如何穿戴？肩带在此，那这下面……李大人，休要藏私，此物若真能用于实战，朕便可组建一支来去如风的女子轻骑兵，扬我国威。也罢，就让朕亲自试试。我的两位好夫人，带陛下去里间试甲吧。希望女帝陛下等会儿千万别一剑把我砍了。阿弥陀佛。陛下，来跟我们进去换件新衣裳。李然，你个狗官登徒子，我要杀了你！这哪里是什么铠甲，分明是烟花柳巷、青楼嫡子揽客时才穿的伤风败俗之物。好你个李然，竟敢拿这等污秽淫乱之物来欺瞒于朕！陛下息怒，这绝非凡物，此乃臣呕心沥血研制出的日光养生甲。陛下，您没发现吗？我大禹女子为何普遍比北境蛮族女子身形矮小、体弱多病？就是因为咱们穿的太严实，晒不到太阳啊，阳气不足，身体如何强健？这倒也有几分道理。朕能有今日之体魄，也是因自幼锦衣玉食，更有太医调理。这跟你让朕穿上这青楼布料有何关系？李然，今日你若不给朕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，就别怪朕的贱，不认你这个肱骨之臣。陛下，这关系可就大了去了。这阳光里就蕴含着能让女子筋骨强壮，甚至变高的秘诀。可咱们大禹的女子裹得跟粽子似的，阳光的精华如何能被身体吸收？这养生甲虽布料少，但每一寸能让女子在保持体面的前提下吸收太阳的阳气。陛下，只要大禹女子勤穿此甲，日日沐浴阳光，不出3代，子民的体质就能超越北境蛮族。到那时，何须男儿戍边关，
女子军团便可踏平天下。陛下，夫君老爷所言非虚。以前妾身体弱，自从听了老爷的话，换上衣物常晒太阳，如今已是身轻如燕，再无此烦恼。青鸾也是，感觉力气都比以前大多了。强国强种，竟是从女子晒太阳开始。原来如此，朕难道真的错怪你了？这几块破布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？啧，女帝身材还真不赖。淡定，不就是流点鼻血吗？等陛下成了我的媳妇儿，迟早让她天天穿，天天给本官看。检测到前方区域爆发大规模瘟疫，危险等级高，请宿主谨慎应对。触发紧急任务：救死扶伤，请宿主救治重症灾民。任务奖励：体质强化液、抗生素配方大全。陛下，您看外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往常这条官道最是繁华如织，怎么如今……陛下不可！看他们这情况，十有八九是沾染了瘟疫，此物传染性极强，您万金之躯岂能冒险？李大人，你可确定，若真是瘟疫，传播速度极快，缓解瘟疫的药方甚至草药，都只在那些世家手中，他们根本不可能轻易贡献出来。凌云，拿朕的令牌，火速回宫，传朕旨意，不计任何代价，从世家手中买下遏制瘟疫的药方和草药，再调动3000兵马，封锁此地，照顾病人。是。等等，骑马去太慢，这里距离京城还有3天的路程，骑本官的铁骑去。铁骑又是何物？李大人，不会又是那些有碍沾官的低俗之物吧？凭空取物，他竟真有神仙手段。难道在你的脑子里，本官除了俗物就没点正经东西吗？这叫摩托车，是真正的日行千里，3小时就能到京城。把这个穿上，这是你的战甲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这个叫对讲机。拿着它，哪怕远隔千里，我们也能随时联系。凌云姑娘，这是我打造的头盔，关键时刻能保你性命。我去，凌云这小辣椒，穿上现代摩托服，这颜值，这身材，简直不输前世那些机车女神、大明星啊！若朕的3000铁骑人手一辆，区区北境蛮族，何愁不平？系统，给我一套能立刻隔离灾民、阻断瘟疫蔓延的方法，人命关天。宿主请求援助，需先完成一个享福任务，检测到危机状况，任务可从简。请宿主立即享受胡不瑶的贴身按摩服务10分钟。狗系统，这么多条人命等着救，你让我享受按摩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抹脖子，下去找阎王老儿投诉你！检测到宿主主动请求民生援助，触发隐藏任务，妙手回春，方案提供：隔离加营养加草药熏蒸，关键点需2名健康之人与患者同住隔离区，负责送药、照料、安抚情绪，所需现代抗生素已发放至系统空间。这还差不多，年代变了，系统也得灵活变通，不然早晚被时代淘汰。陛下，凌云回京购药调兵，一来一回最快也要几个时辰，但疫情片刻都等不了。臣提议将所有患者集中救治，但这需要有人一同进入爱区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。大人，我去，我的命是您救的，我不怕，也算我一个。李大人去哪儿，不依就去哪儿。不必了，你们2人留在安全区，接应凌云。任去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朕既为天下之主，自当为天下万民做出表率。朕倒要看看这小小的瘟疫能不能要了朕的命。带上。这又是你发明的何物？奇形怪状，朕竟看不懂。这家伙靠这么近，他难道是要趁机占朕的便宜？陛下，你躲什么？脸这么红，中暑了？这叫口罩。瘟疫最怕飞沫，口罩能把那些害人的病菌全挡在外面。原来如此，此物虽小，却能隔绝病源，倒真是个天才般的想法。那我们赶紧进去，不知里面的百姓还能撑多久。青鸾，你看，女帝陛下怕是也逃不过大人的魅力了。瘟疫绝不可能在朝廷眼皮底下发展的如此迅猛。
这背后必定是有人在投毒作祟。等朕回京查明真相，定要将幕后黑手凌迟处死，诛其九族。陛下，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，先救人，再算账。陛下，把轻症患者和重症患者分开。我手里有能暂时压制并发的特效药，得挨个给他们注射。你能帮我吗？这有何难？朕上阵杀敌，于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，亦如探囊取物。区区救人，还能难倒朕不成？我靠，这玩意儿怎么那么难？笨手笨脚，让开，让朕试试。不是，陛下，您会这个？这可不是舞刀弄枪。我操，陛下，您真神了！第一次注射就这么准。陛下，您现在这个样子，可比在朝堂上威风凛凛的时候顺眼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在朝堂上，您是女帝，高高在上，所有人都怕你、敬你；但在这里，您就是个普通人，会为了病人皱眉，会为了孩子心软，所以你不用一直那么紧绷。朕的父皇沉迷酒色，荒淫无道；朕的皇帝草菅人命，鱼肉百姓。朕若不争不狠，不让众人为我惧我，这江山迟早要亡。陛下有了臣，就不用再殚精竭虑，我会帮您亲手打造一个完美的大禹王朝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这傲娇女帝还有这么柔情的一面呢，累坏了吧？不愧是女帝的脸蛋，这手感就是不一样，又滑又嫩。李然，你干什么？陛下，臣看您脸上有只蚊子，臣帮您打蚊子呢。啊！下次朕再发现你这么打蚊子，就把你的手给剁了。是，臣再也不敢了。神医，活菩萨，是你们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！大家听我说，瘟疫还远没有结束，但你们能醒来，靠的不是我李然，是当今陛下不顾万死之躯为你们扎针喂药。臣李然不过是陛下的臣子，做的都是分内之事，这天大的恩情全是陛下的。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这家伙巧舌如簧，颠倒黑白，不像忠臣，倒像个能把死人说活的贱相。陛下，能听到吗？京城出事了！陛下，奴婢想去找那些世家买药方和草药，可他们大门紧闭，根本不让奴婢进，还说陛下您已经被困在疫区，染上瘟疫，回不来了，让奴婢别白费力气。不卖配方，不售草药，还敢封锁京城出入，这是想让朕活活死在这疫区啊！可他们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世家，并无实权，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狗胆？陛下，可还记得在上次带着黑甲旗杀您的那位周穆王之子周父？周穆王那老小子，怎么敢让你回去对他发难？恐怕这一次，也是他在背后捣鬼。周穆王，哼，他对皇位虎视眈眈，也要看他有没有那个命来坐这个位置。哼，有臣在，那帮孙子蹦跶不了几天，区区一个藩王，翻手就能给他灭了。大人，陛下，你们没事吧？你们留在这里，继续照顾病人。按我手册上的方法，3天内疫情就能控制住。痊愈的草药，等着我和陛下派人送来。京城里有些不知死活的人，
我要和陛下亲自去收拾他们。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照顾好大家。王爷料事如神，世家都不帮那个叫凌云的丫头，现在女帝被困疫区，不出10日必死无疑。届时王爷您振臂一呼，这天下就是您的了。白凤溪那个黄毛丫头以为微服私访就能收买人心，哼，愚蠢至极。疫区那种地方进去了就别想出来。不过那个叫李然的县令手段诡异，若是他侥幸带着女帝活下来，师爷，你去联系北境蛮族的死士，埋伏在回京的官道上，只要那2人一露面，杀！是。大哥，你快看，一个铁疙瘩，怎么跑得比我们北境最好的战马还快上几倍？管他娘的是什么怪物！刚才我亲眼看到那个叫李然的县令下来撒尿，错不了，女帝就在里面。可这东西刀枪不入的样子，我们怎么截停？放箭，把里面的人射成刺猬！亲娘嘞，这玩意儿射不死，只能硬生生逼停了。区中原的玩意儿，截停又有何难？想当年，老子一人对阵大禹王朝几10个弱骑兵，他们都撼动不了我分毫。给老子停下！刚才好像撞到什么了，野猪吗？这官道上的生态环境还挺好。专心赶路，周镇内人阴险狡诈，定会在路上设下埋伏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周穆王也是蠢钝如猪，我们都快入京城了，他却没有在官道上有丝毫的埋伏。不过只要咱们顺利进京，到时候臣带您杀他个7进7出。站住！此乃何物？竟敢在京城横冲直撞，来历不明，冲撞圣驾！给我拿下！傅荣，抬起你的狗头看看，朕到底是何人？哼，倒是和宫里那位有几分相似，但真龙岂会与尔等宵小为伍？陛下正在宫中处理政务，你们伪装陛下是何居心？走！识相的就速速离开这妖物，跪在本将面前磕头求饶，还能留你等一条全尸。否则，男的送去宫中做太监，女的，送去营帐让兄弟们玩乐。陛下，这家伙是谁的人啊？这么不懂事儿，还拿这么多武器对着我。周穆王的走狗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说呢，好狗不挡道，你这条怎么就非要往刀口上撞？赶紧的，让我们进去，我还能让你多活2天。大胆狂徒，心机叵测，驾着这钢铁小物，又挟持女子，伪装陛下，定是想行刺。来人，准备放箭！这么说，是没得谈了。哼，等你们的骨头被一寸寸敲碎了，再跟阎王爷去谈吧。抓住这2个反贼，可是大功一件。本将军升迁指日可待。陛下，您说，臣要是当场把他给毙了，应该没事吧？他该死，不过朕更想亲手取他狗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妖人果然愚蠢，莫不是想用这小玩意儿对付我手中100名京城精锐？恐怕连本将的铠甲都破不穿一个小洞吧？这小玩意儿有没有用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不过你要是现在给陛下磕头赎罪，
还能饶你一条狗命，否则你这颗脑袋今天就得搬家了。一个将死的刀下亡魂也敢大言不惭，受死吧！又是杀了副统领！不想死的就滚开，否则陛下诛你们9族！此为何等神物，竟能于百步之外顺取人性命？李大人，你还有吗？怎么，陛下也想要？这位江山社稷，必不白拿。这可是臣压箱底的宝贝，全天下就这么几件，要送给您当然可以，但臣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休想！朕乃天子，岂容你放肆！别以为你立了功就能对朕有非分之想。你想什么呢？臣是说，臣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受气的。您看，能不能给臣一个能在京城横着走的官位？这样臣享福也享得舒坦，不是？这还用你提醒？你护驾有功，平定瘟疫是功盖千秋。朕这次回京，就是要让你成为朕最坚实的左膀右臂。那臣就先谢过陛下了。此物名为手枪，操作简单，威力无穷，请陛下笑纳。系统提示：新享福任务已发布，权力之福，在首次正式朝会中狠狠打脸诋毁你的官员。任务奖励：朝堂声望加1000，技能能言善辩，京城3进3出，府衙1座。这个我最喜欢了。陛下，您终于回来了，属下无能。凌云，没事就好。京中何事？细细说来。北境蛮族是猪吗？连2个人都接不住，还有傅荣那个蠢货，竟然死在了一个妖人的手上。王爷息怒，现在白凤溪已经回宫了。他既然知道是小王爷派人刺杀，又知道瘟疫是我们做的手脚，他回来必定会跟王爷清算的。他拿什么跟本王清算？朝中半数大臣是本王的人，世家大族更是为本王马少是瞻。他一个女人根基未稳，敢动本王？传令下去，联合所有我们的人，明日早朝全力阻止白凤溪封官李然。此人手段神异，绝不能让他成为白凤溪的左膀右臂。臣弹劾苦水县令李然，此人公然使用妖法，杀害朝廷命官，妖人祸乱朝纲，乃王朝大患。臣恳请陛下将其当即斩首，以正国法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斩杀妖人。吴侍郎是说，能救活数万瘟疫灾民的是妖法，还是说能从北境蛮族刺客手中救下朕的也是妖法？官道瘟疫横行，你们这些京官谁知道？北境刺客潜入，你们又是干什么吃的？一个个失参宿卫，如今反倒弹劾护驾有功的功臣。臣等失察，是臣等失察呀，陛下！陛下，功过不能相抵。此人在苦水县不理政务，流连烟花之地。此等好色腐败之徒，若是加官进爵，岂不令天下耻笑我朝无人？苦水县百姓甘愿为李然组成死士，以命相护。朕问你，能让你治下的百姓为你做到吗？你们满口仁义道德，手握天下权柄，却抵不过一个昏庸县令。他让百姓有饭吃，有衣穿，安居乐业，这就是最大的功绩。穷困之下，朕意已决，李然封官理所应当。朕还要准他参与机要，共商国事。宣苦水县令李然上殿觐见。臣李然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从今日起，朕册封李然为我大禹王朝大主宰，位同一品，为朕之左膀右臂。大主宰，这名字听着就霸气，以后在京城横着走，看美女岂不是更方便了？臣领旨谢恩。本王不同意。陛下，册封一个区区9品县令为大主宰，如此儿戏，您问过我等肱骨之臣的意见了吗？陛下三思，妖人李然绝不能成为我大禹大主宰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好个周穆王，派周震带着黑甲骑前往苦水县刺杀朕，如今又煽动群臣，算准了朕顾及你的世家势力，不会在这朝堂之上与你翻脸取你狗命。周穆王有何高见？不妨说来听听。黄毛丫头，靠雷霆手段上位又如何？本王几次3番要你的命又如何？如今在这满朝文武面前，不照样要对本王忍气吞声，丝毫不敢提妇儿要你性命的事？陛下，
非是老臣与您作对，但大主宰之位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岂能交给一个连4书5经都未曾读过的白丁？此人不过是个乡野泥腿子，让他当大主宰，与禽兽何业？岂不是寒了天下所有士子之心？王爷所言极是，此等无能之辈，若是身居高位，我大禹威矣。臣读圣贤书半生，绝不与这等目不识丁之徒为伍。臣附议，请陛下三思。检测到绝佳打脸机会，宿主开启装逼享福模式，知识灌输系统启动，1秒内为宿主加载古今中外所有知识。若宿主无法完成朝堂打脸，则会扣除迎娶女帝任务时间，增加电击惩罚。系统，别太小看我，区打脸。老逼灯，还敢给老子未来的女帝老婆下绊子？看我今天不把你的老脸打成发面馒头！谁说本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了？这样吧，你们要是不服，就随便出题考我，天文地理、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，什么都行。只要有一道题我答不上来，我李然当场就把这官服脱了，滚回苦水县养老。可要是我全答出来了，又该如何呢？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本王就与你赌，若能证明你确有经世之才，老夫当场向你下跪磕头，奉上3杯道歉茶。题不用开过去。那看来周穆王这头是必定要磕，这茶也必定要敬。父子休得猖狂，老夫先来考考你。子曾经曰过：30而立，40而不惑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请问何为耳顺？何为从心所欲不逾矩？老东西，我有系统在手，你祖宗的祖宗写的玩意儿我都会背，还想难倒我？耳顺嘛，简单，就是好话坏话啥话都能听进去，听了心里还不起波澜，听懂了别人没说出口的心里话。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，更好懂了，就是想干啥就干啥，但自己心里有杆秤，绝不出格。说白了，孔夫子就是要咱们活得自由，又要有规矩，自由和规矩两不耽误。王大人，本官讲的这么直白，你应该听得懂吧？懂，这解释闻所未闻，却又字字珠玑，过关。李大人，刚刚不过是开胃小菜，圣人经典3岁小儿亦能背诵。本官想问你关于河工治水之策。敢问李大人，我大禹朝前法利弊何在？北境蛮人屡屡来犯，该当如何？老臣才疏学浅，不是李大人的对手。李然啊，李然，你不光巧思过人，就连满腹才识都给了朕这么大一个惊喜。王爷，请问您还有何指教啊？周王爷，怎么不说话了？是没想好题，还是不敢问了？哼，伶牙俐齿。李然，你不过是读了几本死书，会些纸上谈兵的伎俩罢了，这又算得了什么本事？本王问你，你懂治国之策吗？如今我大禹王朝内有世家掣主，外有蛮夷环伺，腹背受敌，百姓凋零。对此，你又有何见解？这有何难？对付这种局面，就8个字：大刀阔斧，杀鸡儆猴。世家大族异姓藩王，乃国之蛀虫。瘟疫就是因为他们从中作梗，囤积居奇，无法短时间解决。边境也是因为他们与外族勾结，出卖国之利益。要想让大禹王朝重现生机，首当其冲就是灭了世家和藩王，然后再集全国之力，挥师北境，一劳永逸。好一个李然，新官还没上任，就想拿我们这些王爷和背后的世家开刀，此子断不可留。哼，说得轻巧，灭世家，除藩王。哼，李大人，你怕不是在说梦话？此事之难，恐怕就连女帝陛下尚且还没有那个能力吧？他说的没错，朕初登大宝，根基不稳，朝中半数以上都是世家之人，动他们，无异于自掘坟墓。那是因为臣不在，如今有了臣，区区世家
小小藩王不过土鸡野狗，挥手可灭。好大的口气！李大人，你不过区一个9品芝麻官，是哪来的勇气，敢说世家与藩王是土鸡野狗？就凭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你好得很，那本王就看你如何让世家覆灭。如今，朕册封李然为我大禹王朝大主宰，总领朝政，参与机要。尔等还有谁有异议？陛下圣明，臣等绝无异议。恭喜宿主成功完成朝堂打脸，惩罚已免除，距离迎娶女帝还有5个月，请宿主再接再厉，早日抱得美人归。众爱卿平身，退朝吧。李然，留下议事。任务奖励发放，获得京城顶级豪宅一座，朝堂声望加1000，获得神技翘舌如簧，这世上再也无人能辩得过你。李然，你太过狂傲了，将自己变成了所有世家藩王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这京城会成为你的龙潭虎穴。哎呀，微臣不是说过要为陛下鞠躬尽瘁，给陛下当靶子，臣心甘情愿。再说了，只有陛下您幸福安稳，微臣才能更好的享福，不是？哼，就你会油嘴滑舌。李然，你听着，这满朝文武，这全天下人之中，朕最信你。所以，放手去做，无论捅出多大的窟窿，朕给你兜底。通通都是废物！满朝文武竟然连一个山野村夫都弹劾不了，让他当上了大主宰。现在这庶子成了女帝的左膀右臂，我们还怎么对付那个贱人？王爷，息怒，如今之事，动怒无用。本王如何息怒？李然在朝堂上舌战群儒，才学轰动京城，民间更是传言他是上天赐给陛下的麒麟才子，辅佐陛下开创盛世。现在女帝那得位不正的污名几乎要被洗刷干净，百姓只知麒麟才子，谁还记得他弑兄上位的丑事？麒麟子，哼！本王倒要看看他这个才子能不能凭空变出粮食来。传本王命令，联络各大世家，就说本王要他们帮个小忙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大禹王朝1半以上的钱粮盐铁都握在我们手里，从今天起，把所有粮食食盐的价格给我翻上10倍。本王要让京城百姓流离失所，哀鸿遍野，看他李然怎么救。本就上位不正的女帝又拿什么来稳住民心？届时本王顺应民心，请女帝白凤溪退位，名正言顺。王爷，北境蛮族不也与穆王府私下往来？不如我们同时找他们，里应外合。北境蛮族之前借人助本王刺杀白凤溪，折了所有人。如今若没有足够的筹码，贸然与他们多次合作，恐怕那群蛮子根本不听本王指挥，甚至会威胁本王成为他们的足下狗。只有等待时机，将其作为最后的杀器。本王可不甘心屈居于那些蛮子手下，做一个傀儡皇帝。我靠，这就是系统奖励3进3出的大院子，和本关苦水县的现代化大宅有的一拼，够得上本关大主宰的派头。别说以后生10个8个孩子，就是生个足球队都住得下啊！哼，色批狗官，看到这么大的宅子，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生孩子。哎，此言差矣，对我们男人来说，开枝散叶、传宗接代，那可是头等大事。更何况系统还给了我个多子多福的隐藏奖励，说不定淋于你个小辣椒，以后也是本官夫人中的一个呢。检测到宿主有强烈传宗接代渴望，发布多子多福任务，2个月内请宿主拥有3个以上后代，任务完成则奖励金枪不倒，任务失败，终极任务迎娶女帝将再次扣除3个月时间，宿主将失去繁衍子嗣的能力。我操，够系统！我老婆2个月内就得怀上至少双胞胎，要是失败，我还得做太监。哇，夫君，这就是我们在京城的家吗？比县衙大100倍。夫君费心了，我与青鸾在疫区，也时常挂念夫君安危。胡闹，什么挂念不挂念的？看看你们俩在疫区累的都瘦成什么样了，小脸都尖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给你们做满汉全席补回来。
对谁都油嘴滑舌。如今瘟疫已平，不瑶与青鸾虽是女儿身，但也想为大人在京城分忧。哦，说来听听，本官正好缺人手呢。我想重开烟雨楼，不瑶精通打铁冶炼，青鸾妹妹也精通记账算钱。我们可以将烟雨楼开在京城，既能为大人赚取银两，也能打探些消息。老子正愁怎么组建自己的情报网呢，我这俩老婆简直是我的左膀右臂呀！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不过要开咱们就开个大的，地点我都想好了，就开在京城最穷、最破、最乱的柳条巷。那是京城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的贼窝，你去那儿开烟雨楼，怕不是开业第一天就被人连招牌带骨头一起吞了？李然，不可胡来！朕的密探曾在那一带发现过北境蛮族奸细的踪迹，那里龙蛇混杂，势力盘根错节，绝非善地。陛下，您说对了，正因为他龙蛇混杂，才最适合我们。咱们要对付是世家大族，是手握重兵的藩王，跟他们比，柳条巷的地痞流氓算个屁！想坐稳这江山，光靠朝堂上的嘴炮可不行，您得有自己的势力，一把藏在阴影里最锋利的脾气。越是鱼龙混杂、三教九流的地方，就越容易浑水摸鱼。烟雨楼表面上是风月场所，实际上将是一个独属于您的情报站。到时候，整个京城的风吹草动都将逃不过陛下的眼睛。这李然竟然比朕想的还要深远，他要的根本不只是一个情报网，他是要从根基上挖到那些世家的命脉。陛下，世家垄断液铁、制盐、织布这些核心技术，再用这些技术赚来的银子豢养门客，得到藩王的庇护。可若是臣能让所有技术都变成陛下您的呢？所以柳条巷就是我们击溃世家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李然说的没错，那些世家掌控着天下百姓的吃穿用度，富可敌国，甚至对朕的旨意都敢阳奉阴违。若是朕可以得到他们背后所有的技术，那朕岂不就成了这大举王朝唯一的女帝，也成了唯一能掌控天下财富的人？看陛下这崇拜的小眼神，对本官的敬仰恐怕已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了。6个月内娶到女帝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臣就是为此才追随陛下来到这京城的，不是吗？陛下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我们二人换身便服，现在就去那柳条巷探访一番，如何？走。朕登基之后，便下令广开蒙学，要求大禹子民无论贫富，皆要识字明理。没想到天子脚下竟还有这等藏赃内讧之地。陛下，水至清则无鱼嘛。不过这些小杂鱼倒也不是不能治，陛下信不信？不出1个月，臣便有办法让这柳头巷的地痞流氓全都改邪归正，拿起书本高呼陛下圣名。哦，你又有何鬼主意？帮陛下教化万民，臣自然是义不容辞。不过这教书育人可是个累活，不知陛下有没有什么奖励呀？你如今已是朕亲封的大主宰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还想要什么奖励？臣想请陛下亲自教臣骑马。嘿嘿，和女帝结婚可是系统下发的最重要的任务。要是能和陛下贴身学骑马，感受着陛下的体温，那距离还不是蹭蹭的往上涨。一言为定。若你真能在1个月内将这柳条巷变成朕的情报后花园，让这些刁民都变成顺民，朕亲自教你骑马，又有何难？哟，新来的，这小娘皮倒是长得不错嘛，够水灵。兄弟，手挺脏，来借一步说话。哪儿来的小白脸？你爷爷我的手也是你能碰的？我这儿有份美差，1个月10两银子，让你帮我办点事，怎么样？10两银子，京城里哪来的蠢货，连财不露光的道理都不懂。这钱还需要你给？你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公子哥，老子一拳就能让你躺半个月。哥们儿，我这个人呢很好说话，但你要是不听话，我也有的是法子让你听。干死这个小白脸！李然，你竟然还私藏了这等神物，这能引动天雷的棒子是什么？等会儿定要给朕好好瞧瞧。我服了，爷爷你就是我亲爹，不干爹，你说动我绝不往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你看身后那栋快塌了的危楼，以后就是我的地盘了，准备建个烟雨楼。你呢就帮我看着点，别让人来捣乱，不然我要是一个不满意，说不定还得给你通电。干爹放心，谁敢动您的地方，我跟他拼命，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帖帖。好好跟我干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谢谢干爹，谢谢干爹。陛下看到了吗？这就叫萝卜加大棒，恩威并施。您就等着看吧，不出1个月，这柳条巷就会成为京城最繁华的地方，更会成为陛下您手中最锋利的刃。李大人，
您看咱这楼开张半天了，连个问路的都没有，这生意可怎么开张啊？急什么？本官做事最不担心的就是没生意。哇哦！干爹，这是什么神仙舞姿？夫君的手段总是这般出人意象，让这些姑娘们穿上如此美妙的衣服来吸引客人，真是绝了。公子，那个好色之徒，他竟然用如此轻佻下流的手段来揽客，成何体统？这衣服虽然古怪，倒是有几分好看。还有这舞姿，闻所未闻，却又分外妖娆。如今柳条巷流传出的那些玻璃杯、香皂，早已引得京中世家瞩目。现在整个京城的目光，怕是都要聚焦于此了。陛下，看我这京城烟雨楼与苦水县的比怎么样？苦水县的烟雨楼能产出新式农具，培养女工，造福一方。不知你这京城的烟雨楼，除了这些声色犬美，又能给朕带来什么？陛下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，会给你一个大的惊喜。故弄玄虚，在这种地方能藏着什么好东西？陛下，您刚才问这京城的烟雨楼，除了声色犬马，能给您带来什么？微臣能带来的就是对付那些世家的终极利器。他们仗着手里有技术、有渠道，把握大禹王朝的经济命脉，掌控百姓的衣食住行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就做出比他们更廉价、质量更好的东西，彻底砸了他们的饭。这是盐。竟能如此洁白细腻，没有半分苦涩。还有这茶叶，李然，你竟懂得制盐法和种茶术，你可知州镇联合世家将盐价、米价抬高10倍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朕却束手无策。若有了这些东西，那些世家就再也不能扼住朕的喉咙。陛下，这制盐法对臣来说不过是些不入流的小把戏，您再且看这些小玩意儿。你要干什么？凌云，放轻松，这可是能让全天下女人都为之疯狂的宝贝。这不是冬天就会枯萎，且只有西域才能觅得踪迹的玫瑰香气，怎会如此浓郁纯粹？此物名为香水，制作成本只需要10文钱。但若是卖给京城那些世家贵族的夫人小姐，至少可卖50两白银。陛下，您说，若是把这东西卖遍全天下，利润该有多高？世家手里的那些产业，跟咱们这个比，还算个屁呀！陛下，您以为这些东西只是用来赚钱，那格局就小了。这烟雨楼明面上是青楼，是销金窟，但姑娘们身上穿的是独一无二的丝绸，身上喷的是价值连城的香水，他们就是行走的活广告。那些世家公子、王孙贵族来了，看到这些前所未见的新奇玩意儿，怎能不心动？要买就必须来烟雨楼。对，只要他们来的多了，脚站的勤了，这嘴巴自然就管不住了。谁跟谁走得近，谁家最近在密谋什么，谁又在背后骂了人一句，这些话都会自己跑到咱们的耳朵里，这才是真正的杀招。这登徒子倒是真有几分厉害。陛下，微臣可是答应过你，要把这柳条巷打造成不输苦水县的宝地。现在微臣的见面礼你也收了，那我们的约定，您什么时候亲自贴身的教微臣骑马？放肆！朕说过的话，一言九鼎，从不曾失约。程主府，万宝阁已开始调查，黑风寨已开始调查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这京城里的大小事，风吹草动，就全都在本官的掌控之中。都是一群废物！王爷，息怒，那李然的手段实在是太过诡异，我们诡异！本王让你们抬高米价、盐价，断了京城百姓的活路，逼那女帝和李然就范。结果呢？结果百姓们不买我们的粗盐，全都跑去烟雨楼买什么精盐，价格还比我们的便宜。
就连那些世家子弟，天天吵着要去烟雨楼，说又新奇又好玩。王爷，那烟雨楼简直是个无底洞，咱们派进去的人还没摸清门路就被打了出来，什么都探查不到。就连民心，那些百姓说白凤溪与李然为百姓从世家中搏出一条生路，简直菩萨下凡。如今民心皆向女帝呀！王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那烟雨楼不知道从哪搞来一种叫什么聚酯纤维的布料，薄如蝉翼，水火不侵了。贵府江家20家绸缎庄，短短几天内关了15家，剩下的也撑不了几天。我找最好的绣娘头都分析不出来啊！本王能有什么办法？派去的人连后厨的门都进不去。王爷，我们的盐场已经3天没开张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一家老小都要去喝西北风了。那李然卖的茶叶叫什么利特红茶，一小包能泡1大壶，香气逼人。我们的陈年普洱现在连狗都不闻了，还有那香皂香水，我们的香料生意全线崩溃了。王爷，世家100年基业，如今被一个妖人搅得天翻地覆，超妍的地位哪里还有半点儿？求王爷给条活路！他先是害死本王的父儿，如今更是要断了我等世家与藩王的财路，这与杀人父母何异？此业不除，我等永无活路。传本王令，3日后联合世家藩王起兵，清君侧，诛妖人。是。师爷，立刻秘密联络北境蛮族。倘若这次起兵失败，本王也绝不做白凤溪的阶下囚。本王的价值足以让那些蛮子来救我。陛下，记住，3点一线，准星、缺口、目标，心要静，手要稳，就能打中靶子。这不就跟射箭一个道理吗？这还需要你教？好，好，好，陛下天纵奇才，无师自通。那这一枪，就由微臣陪着陛下一起开。怎么样？朕的准头是不是比你还好？小白啊，小白，现在是不是已经对本官着迷的无法自拔了？夫君，陛下，烟雨楼来新情报了。江家公子哥酒后吐真言，3日后，周震将联合世家藩王起兵，攻入皇宫，清君侧。别卖关子了，说说你的具体计划。第一，调兵。凌云，你带陛下的密令，连夜调3000禁军精锐，盯在州府周围，等他们的人一冲出来，立刻截杀。明白。第二，封城，再派1000禁军，把京城9门堵死，只许进，不能出。等他们起兵，瓮中捉鳖。准了。第三，不眼线，京城绝对不能乱。刀疤流他们已经扮成百姓，遍布大街，一旦发现可疑人物，企图通风报信，立刻拿下。那些地痞能行吗？毕竟是些乌合之众。你可别小看地痞，京城的人和事儿他们门清。凌云，即刻去禁军大营，记住，行动要快要密，绝不能打草惊蛇。那臣也回去安排臣的家眷了。李然，你自己也注意安全。陛下放心，臣还没让陛下过上享福日子，怎么敢先死？该死的老东西，偏偏挑这个时候造反。要是还得我完不成多子多福的任务，变成太监，我跟你没完！周震，3日后，朕亲自送你上路。各处都准备好了吗？王爷放心，11家世家藩王均已集结完毕。好，点火！兄弟们，随我杀入皇宫！白凤溪、李然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周穆王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带着这么多人出来逛街啊？李然，你怎么会？
当然是等你们啊！3日子时，烟火为号，同时起兵。江家公子，前2天在我们烟雨楼喝了2杯猫尿，就把你们的老底儿都给掀了。我儿酒后胡言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行了行了，别演了。周穆王，本官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放下武器投降，本官慈悲为怀，保你一个全尸；第二，我们没有第2条选择，只要你一死，白凤溪就是个孤掌难鸣的废物。确定不选投降，我再给你们1次机会，不然你们会死得很难看。死的只会是你，给我杀！你用了什么妖法，竟然能隔空伤我于无形？李然，你的枪果然好用，难怪陛下爱不释手。那是，本官出品，能有不好的吗？不如你叫本官一声好哥哥，我再送你一个更好玩的武器。呸！不要脸的好色之徒！我去其他地方杀反贼了，你自己玩吧。这个小辣椒，迟早把你扛在肩膀上打屁股。都看清楚了，对方全部穿着铁铠甲，上去就给老子用电击棒。是。老东西，跟你说了会死得很惨，现在你完喽！警告：右前方30度，高速物理攻击。大狱的小官儿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这周穆王，我们北京保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李然，你真以为本王没有后手？早在起兵之时，本王就秘密联系了北境。若失败，本王也绝不会死在你们手里。你和白凤溪等着北境铁蹄踏平京城吧！想拿人就随时来狼牙山，就怕你这小白脸没这个胆儿。大人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！穷寇莫追，区区北境蛮族和一个被我打残了的手下败将，凑在一起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立刻整队，前往下一个叛军世家府邸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外面的喊杀声。大人，造反之事如何了？我们都担心死了。本官出马，一个顶俩，区区几个跳梁小丑都是瓮中之鳖，手到擒来。哎呀，大人，你做什么？快放开我！大人，使不得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如我们早些安歇，为本官压惊。本官还指望你们给我生大胖小子，完成任务。李大人，是青天大老爷呀！多亏了您，多亏了您，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终于又能吃上平价盐了。是啊，还有白米，那些黑心的世家把米价抬得比天都高。现在好了，遭报应了。大老爷，别，本官可不是什么青天，本官就是个爱享福也只会享福的人。只不过嘛，本官享福总得带着大家伙一起享，一个人多没意思，是不是？陛下，您看李然收买人心，这才几天功夫，他的声望恐怕都要高过您了。他确实很会收买人心。陛下，昨夜战鼓颇丰，所有世家藩王的家财全部清点完毕，您请过目。抄家所得共计白银320万两，黄金80万两，良田万顷，粮食80万石，盐20万斗。李然，你可知这些钱财对我大禹来说代表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陛下您现在是大禹王朝最有钱的女人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不，这意味着朕可以修水利、开河道、减赋税、扩充军队，这一切都是你给朕带来的。那陛下答应我的要求，什么时候能兑现？什么要求？
当然是教臣骑马啊！当然是教臣骑马啊！朕先回宫，那些叛党余孽还需处理，骑马的事改日再说。小白这是害羞了，以后成了我的老婆，还不得天天红着脸？该死的李然，怎么老在朕的脑海里阴魂不散？陛下，如今叛军已平，世家伏法，天下归心，您就不要再为这些杂事烦恼了，保重龙体要紧。朕知道了。凌云，有事就直说。陛下，臣有一事相求，怕陛下怪罪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名为君臣，实为姐妹，朕何时真正怪罪过你？陛下，臣想嫁给李大人。你说什么？臣以前觉得李大人是个登徒子，可后来才发现他救了陛下，救了万民，平了叛乱，还对臣很温柔。臣不知何时就对他……你是认真的？臣知道不该有非分之想，可是臣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心。凌云是朕最信任的人，她嫁给李然就能替朕保证她的忠心，这是好事啊。可是为什么朕的心里这么堵？你想清楚了，李然那个人油嘴滑舌，没个正经，身边还围着那么多女人。臣想清楚了，他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对百姓仁厚，对身边的女子也温柔体贴。臣不求名分，只求能在他身边，求陛下为臣赐婚。好，朕答应你。啊，这才叫日子嘛！天天上朝跟那帮老狐狸斗心眼、磨嘴皮子，哪有在家躺着舒服？夫君现在可是权倾朝野的大主宰，不知多少人眼红您的位置呢。他们想动本官，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够不够硬。李大人，宫里来人了！陛下这小妮子，这么快就想我了？大主宰李然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主宰李然忠心体国，功勋卓著。今有御前侍女凌云，贤良淑德，秀外慧中，特赐婚与李然为妻，择日完婚，钦此。我靠，凌云，那个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骂我登徒子的小辣椒，要嫁给本官？小辣椒，老实交代，到底什么时候对本官倾心的？谁轻信你了？我只是岁数到了，不想嫁给别的臭男人，也就你这个登徒子勉强能入眼。好好好，是我登徒子，是我高攀你这朵玫瑰。不过现在嘛，现在先跟本官入洞房。最近这么卖力的播主，也不知道步摇、青鸾还有这小辣椒到底哪个怀上了。系统任务的结束时间就剩最后几分钟了。夫人们最近身子怎样？要不要为夫请大夫给你们做个大体检啊？检测到宿主任务尚未完成，开始任务结束倒计时。倒计时结束，将剥夺宿主雄起的能力。系统，大哥，爹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老婆他们肯定已经怀上了，我发誓大夫马上就来检查了，我不想当太监啊！朕来恭贺你，再娶美娇娘。凌云，以后你就是李家人了，好好过日子。任务失败，倒计时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。完了，老子一世英名，结果到头来要做太监啦！系统，刀下留鸟，快暂停！他们肯定有了，老子有后了！大主宰，小的来了，快给三位夫人瞧瞧，是不是有喜了？恭喜大主宰，三位夫人都有喜了，而且三位夫人怀的都是双胎，你有6个孩子啦！我的亲娘嘞，本官的命根子保住了。恭喜宿主完成多子多福，成功享受天伦之乐。奖励：宿主所有子女将天资聪宇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提示：迎娶女帝任务时限仅剩1个月，若任务失败，宿主将永久恢复72岁衰老样貌。恭喜李大人，一胎6子，
我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。等等，这小白不对劲儿，跟喝了醋似的。终极任务只剩下1个月了，今天就趁热打铁，刷一波好感度。陛下，别急着走啊，他们是府里的保护对象，会当祖宗供着，不差我。倒是陛下你，可还记得教我骑马这事儿？怎么，堂堂大主宰连一匹马都怕？谁怕了？笑话！你看着，我这就上去给你露一手。大主宰，睁眼看看，一切有我，勿怕。我操！我操！女帝在抱着我，这感觉比系统奖励100个亿还爽，这符想的太值了。累了？刚才不是还说要给朕露一手吗？男人不能说累，更不能说不行。陛下，您真美。李然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朕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这样坐在草地上看风景。以后，只要陛下想出宫玩，臣就陪您来。不管多忙，不管在哪儿，臣说过要让陛下享尽世间福。自由也是享福的一种。李然，你夫君，你和陛下在一起吗？周震勾结北境蛮族，率领30万大军压境。如今北境蛮王的使臣已强闯皇宫，要求面见陛下。大王，只要您肯出兵，大禹的江山全是您的。我只求一个傀儡皇帝之位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之前本王借给你的蛮族精锐去刺杀白凤溪，结果有妖人李然在，全折进去了。现在又来找本王，你当本王是供你驱使的玩意儿？之前是我太过轻敌大意，害大王您折损了精锐。但李然手中的奇珍异宝，您难道不想要吗？有了那些，您的大军将如虎添翼，所向披靡。更何况蛮王您的勇猛天下无双，那白凤溪是天下第一的美人，如此举色，难道不该成为您的妾室，在您的帐中承欢吗？说得好，一个女人也敢称帝，早就该让男人来教教她规矩。更何况小人在大禹王朝多年，对大禹军队了如指掌。祝您夺下江山，必定不费吹灰之力，如囊中取物。来人，派遣使臣卫队赶放京城，去求取女帝，扶持我们的周穆王重新登基。我北境之王愿以无上荣光迎娶你大为妃，两国永结同盟，世代交好。北境30万铁骑，如今已将大禹边境团团包围，若是不从，弹指间便可踏平此地。除了联姻，大王还有几个条件：一，献出国库珍宝；二，交出李然的新式武器；三嘛，让白凤溪给我们的大王当洗脚役。大王若是高兴，还能赏他做个端尿壶的贱妾。痴人说梦，朕就是战死在龙椅之上，血染大殿，也绝不会给你这蛮夷之陪做洗脚婢。女帝陛下，话可别说得太满。大禹朝经历内乱，国库空虚，兵力疲败，若此刻开战，只会让这片土地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。陛下是想做这千古罪人吗？陛下，为了我大禹的江山社稷，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，还请陛下答应联姻吧。好一个为天下苍生！你们这群软骨头，大禹的脊梁就是被你们这群人给跪断了。联姻？就凭你们这些茹毛饮血的家伙，也配？小白可是我板上钉钉的未来老婆，当着我的面就想抢人，还敢叫他去联姻去洗脚当贱妾？我看你们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触发隐藏任务，在朝堂群儒威慑蛮族，为白凤星争回颜面。就算没有任务，老子也得出手。自己的女人还能让这帮孙子欺负了？要战便战！一群土鸡哑狗也敢跑到我大禹朝堂之上撒野，竟敢杀我北蛮使臣！要人！来人，把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人全部拖下去，处死！
来人，将刚刚跪地求额、主张联姻的所有官员全部给朕拿下！朕的江山不需要靠出卖朕的尊严来换取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官职革除，家产抄没，打入天狱，听候发落。我大禹的朝堂不需要对异族摇尾乞脸的软骨头。陛下，臣请旨，愿率3军亲赴边境，踏平北蛮王庭，斩其首级，悬于城门，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子见识见识我大禹的锋芒。朕信你。李然，为大禹打出一片天来。请大王息怒啊！那李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斩杀了本王的使臣，你让本王如何息怒？大王，白凤熙敢如此嚣张，全都是因为他背后有那个李然。但此人爱妻如命，只要将他的家眷擒获，以此为挟，同时30万大军直接突袭边境，无论大禹还是白凤熙，必定都是您的囊中之物。可本王埋伏在大禹京城的探就被清除，北京又距离京城10.800里，拿什么抓李然的家眷？更何况大禹向来对边境严防死守，贸然攻打失败，你负责。大王不用担心，小人虽然如今成为丧家之犬，但京中留有旧部，一声令下就能为小人赴死。至于边境布防，小人也早留有后手。哈哈哈哈！周穆王，这才是你该有的价值。既然如此，就依你之言，抓李然家眷，出兵大禹边境。本王要白凤熙跪在脚边，当本王的洗脚贱妾。将军，兄弟们死伤过半，城门也快被撞破了，投降吧！混账！我们是大禹的兵，身后就是大禹的万千百姓。我们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朝廷的军令已经到了，援军将征，大主宰李然大人正亲率大军赶来支援，我们一定要撑住。城里的人听好了，你们的大主宰远在京城，救不了你们。哼，识相的，速速打开城门投降，本王还能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否则大军破城，定让木林城血流成河。周震，你这个背宗忘祖的狗东西！我大禹王朝的将士，就算战至最后一人，也绝不会向你这种叛徒低头。给我攻，把城门撞开！我要亲手砍下他的脑袋当夜壶！兄弟们，守住城门！为了大禹，为了我们身后的家人，朝廷一定不会放弃我们！报大主宰，边境800里加急军报，木林城正被北境30万大军围城，守城将军身负重伤，城池即将失守。传我将令，全军放弃辎重，轻装简行，急行军。得令，木林城是我大禹北境的第一道防线，他要是破了，我们身后的万千百姓就要遭殃。天黑之前必须赶到。不行，我这心总是7上8下的，跳得厉害。你如今有身孕，可不能动气，安心坐下，夫君自有安排。怎么能不急？如今北境蛮族攻打边境，夫君就是他们的眼中刺。若是那大禹叛徒周震偷偷派人抓捕我们这些家眷来威胁夫君，夫君必然受到掣肘。你说的这些，夫君早就料到了。咱们刚来京城的第1天，夫君就偷偷在暗中组建了一支只听命于咱们的女子亲卫队。女子亲卫队，我怎么从未听说过？夫君说要起个威风又好听的名字，叫什么美少女战士。夫人们，外面来了一大帮周震的手下，把咱们府给围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男的杀了，女的立刻押送边境，献给王爷。上！这李然真是个蠢货，居然派几个娘们出来保护他的家眷。我们可是李大人亲手打造、守护这座宅院的女兵，就凭你们这几个歪瓜辣枣，也想动夫人们一根汗毛，未免太瞧不起人。一群卖弄风情的货色，上不得台面。妖怪啊！
我们不是妖怪，我们是李大人亲自训练的美少女战士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！虎姑娘，你们没事吧？朕接到讯号，说周震那狗贼派人来袭，朕怕你们出事，一路快马加鞭赶来。多谢陛下关心，我们无恙。他们是李然给你们留的后手？启禀陛下，这正是夫君出征前为我等留下的亲卫队。夫君说，这叫美少女战士，专为保宅护人。他早就料到自己迟早会成为众矢之的，而我们就是他唯一的软肋。陛下，夫君说女子也能顶半边天。就教了他们这些稀奇古怪的本事，让他们能保护自己，也能保护咱们李府的家眷。好一个李然，果然算无一路。待李然班师回朝，朕一定要向他讨要这支女子军。本王早就说，李然那个妖人救不了你们，现在城破了，他人呢？为大义而死，是我辈军人之荣耀。周震，你这个数典七祖、引狼入室的大禹叛徒，你不得好死！周正，本官说过会来取你这个叛徒的狗命，现在我来了。李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京城到此地，快马加鞭也要10天，你是鬼不成？你猜？李然，本王承认你有点邪门的本事，但那又如何？你的那几个娇滴滴的婆娘，现在恐怕已经落到了本王死尸的手里。现在立刻给本王下马投降！乖乖做本王的狗，本王还能让他们最后一面，否则本王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在你面前。周震，你个老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绑架人质这一套，俗不俗啊？老婆在干嘛呢？周震这老东西说派了死士去抓你们，你们没事吧？夫君放心，我们好着呢。就那几个歪瓜裂枣，哪里是美少女战士的对手？早被姐妹们打得落花流水，全都捆起来了。不可能，这是你的障眼法，你怎么可能知道千里之外的事情，还能用盒子跟人说话？土包子就是没见识，这叫手机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本来想一枪崩了你，不过还是先留你一条狗命，让你亲眼看着30万北境大军是怎么在我面前灰飞烟灭的，狗屁蛮王是怎么跪在我脚下求饶的。老东西，派使臣去京城，羞辱我家陛下，说他是什么洗脚液。将军饶命！我愿奉上北京所有牛羊财宝，只求给我一条生路。我这辈子再也不与大禹为敌。晚了，记住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本官会带你和周震一道回京，给我家陛下当囚体。大主宰威武，女帝陛下万岁！陛下，看，臣的魅力，无人能挡啊！平定北境，奖励寿命20年，迎娶女任务最终阶段开启，00小时05分0秒。5分钟，娶个女帝，时间绰绰有余。怎么了？陛下，臣有句话藏在心里很久了。今天不得不由说，臣曾经说过要让陛下享尽这世间一切福，但臣后来发现，陛下的福，普天之下只有臣一个人能给，所以，白凤溪，嫁给我吧，让臣用一辈子让你享福。陛下，哦不，娘子，为夫来了。哇，娘子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来，先和为夫喝了这杯交杯酒。林然，谢谢你。好端端的，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肯陪着我这个外人眼里的暴君，从苦水县走到今天，让我洗刷篡位的恶名，帮我成就千古一帝的梦想。傻瓜，朕的娘子只能是千古一帝。再说了，你享福才是我的福，而且为夫的终极梦想就是让陛下不让娘子在龙床上享福啊！
朕今日有一事要昭告天下，自今日起，朕与大主宰李然共分天下，他即是朕，朕即是他，大禹王朝从此由朕二人共同治理。陛下大圣明，大禹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从996摄图到天下共主，这符想得够劲！恭喜宿主成功从加班惯死的社畜逆天改命，从此以后，请宿主与帝后与子孙后代享福到老。